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 Michelle's Book Club，这是我的一个读书会。那么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的第2篇啊，我们在这个 Life's Little Prayer Book 里面找出来的一篇关于 guidance 的这样子一个 prayer。那我要再次强调一下，虽然我们现在的这些节选全部都是从一本向上帝的进行祷告的这样一个祷告词的书里面截取出来的，但是其实跟宗教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更多的就是只是通过prayer 这种形式，我们来学习其中的一些非常优美的用词用句，并且因为这些 prayer 本身是极大带有一些力量或者说是启发的这样子的一些文字，所以希望从形式和内容这两方面呢，都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段话的原文，这段话也是我一直非常钟爱的这样子一段话。首先来看一下 God, give us grace to accept with serenity the thing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that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the other. 我们再来看一下 Give us grace to accept with serenity the thing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that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the other. 这是它的一个原文。大家会看到这段话其实跟我们一直讲的那种原理非常的接近，就是什么呢？当那种事实已经没有办法被改变的时候，你要有一种优雅的态度去平静的接受那个事实。而有些事情必须被改变的时候，你需要有一种勇气去改变它们。而最重要的，也是往往被别人忽略掉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事情是能够被改变，什么事情是已经板上钉钉不能被改变，已经是既成事实的这种事情，这两者之间你要有一种 wisdom 去把它们区分开来，而往往这种 wisdom 是最难做到的。所以这段话其实跟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些道理都非常的接近啊，大家应该是非常明白。但是用英文表达出来，其实你会发现有一种朗朗上口的一种美感。Give us grace to accept with serenity the thing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that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the other. 那么在这段话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词叫做是 serenity， 这个词不知道大家对它有没有什么了解？它的一个形容词的形式叫做是 serene， 对不对？大家能够想到的跟 serene 非常接近的有哪一些词？最简单的应该说是 peaceful。那我们说这个 peaceful 跟它非常的接近。另外，比方说这个 tranquil，OK， 也跟它非常的接近啊，也是一种平静的这种状态。那我们会觉得或者还有一个叫做是 composed，OK。那么这三者之间，我们会觉得这个 serene 的话呢，更接近于是一种就是非常平静，或者说你的心态非常好，非常的安静的这样一种状态。OK， 跟 peaceful 呢有点接近啊。tranquil 也是一样 ，tranquil 呢往往是用在大家知道它的一个动词的形式叫做是 tranquilize， 使什么什么镇静下来那种。tranquilizer 是一种镇静剂，对不对？所以它的意思更偏向于镇静的那一方面。那么 composed 的话，有一种就是遇事不慌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镇定的这种感觉。大家知道中文本身很多近义词意思也非常的相近，那么英文其实也是这样子。希望大家需要通过去那种语境啊，以及是语感去体会它们之间细小的一些差别。那么 serene 的话，往往就是你对一切的事实都看得非常的清楚的时候，比方说你坐在一汪湖水旁边，就有点像那种瓦尔登湖那种状况，对不对？就是心境啊、环境啊都非常的安静的这个时候，这个都是一种 serene，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单词之一啊。大家知道，就是有世界上选出来世界最美的100个单词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 serene， 以及它的这个 serenity 都是入选啊。OK， 好，那么比较口语一点的说法的话，大家能够想到哪一些？其实有一个非常 informal 的一个词 ，OK，informal 的一个词是哪一个词呢？叫做是 together。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Together，he's together，he's very together， 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人就是心智非常的健全 ，OK， 就是整个人都非常的镇定的这样一种状态。因为当你慌乱的时候，比方说，当你就已经是摸不着头脑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慌张的这个时候，别人会对你说是什么 ？Get it together， 是吧？在这个口语里面会说这样一句话 ：Get it together， 就是或者当你
特别就方寸大乱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个时候，慌张也好，或者说是特别 panic 的这个时候，特别慌乱的这个时候，别人就会对你说 get it together 啊，你给我就是好好的，你别在那边慌，是吧？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再往下，我们就再比较有趣一点的有一个说法，就是非常这个安定的或者说是这个镇定的这个时候，有一个英文里面有个表达叫做是 as cool as a， 大家想到拿什么东西来比较，叫做是 cucumber。as cool as a cucumber， 那这个人冷静的像一根黄瓜，是吧 ？Doesn't make any sense。但是问题是，英文里面有一种修辞的手法也好，或者说在诗歌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手法，叫做是什么？叫做是 alliteration， 对不对 ？alliteration 这叫什么？押头韵。头韵就是 as cool 这个 c 和这个 as cucumber 这个 c， 而且这个 k 的这个发音全部都是一致的。那么为了让这个表达能够朗朗上口，我就想出来一个其实跟它的这个 cucumber 这个 image 没有太大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词组啊 ，as cool as a cucumber， 就是像黄瓜一样的镇定。OK， 那么这种 alliteration 其实在文学里面也是经常的用到，而且在广告词里面其实也是经常的用到，为了是什么？为了就是朗朗上口。那么比方说这个 Jane Austen， 她其实在推销自己的书的这个时候，她也很厉害，对不对？你自己取的这个书名啊，都非常的容易被人记住，什么 Pride and Prejudice， 这种声音，对不对？还有一个是 Sense and Sensibility， 所以这种书名其实对它的这个 marketing 就非常的有用。所以 alliteration 其实在广告文案方面，就是创作的方面，其实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技巧。OK， 那么说 serenity 的话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词汇的一些发散，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这段话里面，我会觉得就是说，另外还需要大家能够把它非常熟练的掌握起来的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词就是 distinguish。那这个词虽然非常的这个简单，但是我们会觉得你把它的各词的含义如果全部都是用好了之后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能够事半功倍的这样子一个词。比方说第一个用法，我们会看到他说 distinguish the reality from fantasy。很多同学，比方说漫画看多了，或者动漫看多了之后，就觉得那种2次元、3次元里面这些人物，就简直太完美了，对不对？这个眼睛那么大，身子那么长，头那么小，特别可爱那种状况，就会发现这现实生活里面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所以就是说，已经没有办法分清楚现实跟这个虚幻，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梦想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分不清楚啊，傻傻分不清楚。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其实我们会觉得 distinguish 非常接近有一个词组叫做是什么？叫 tell 什么什么东西 apart， 分不清楚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分清楚这个就是 tell something apart 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另外会说是 distinguish， 比方说shapes。OK， in the darkness， 这种情况下面，大家又想想看，这个词又是跟什么东西特别的接近 ？Distinguish shapes in the darkness， 我们会说就是你在黑暗当中，你都能够分清或者说看出来那个 shapes， 对不对？这种情况下面就非常接近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词，叫做是 discern， 去能够把它认识出来啊。那么它从词组上面来说呢，它又非常接近一个词组，叫做是 make out。大家要注意啊，这个 make out 的话，后面是要加 objects 啊，加东西的。比方说 make out the shapes in the darkness 啊，并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就是说后面不加东西的那个 make out， 那个叫什么？就是乱来，对不对？就是谈恋爱的这个时候啊，开始什么 make out 的那种，就是上下其手那种感觉，那个叫做是 make out。OK， 所以跟这里的这个 make out 的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啊，后面是要加东西。加 objects，make out the shapes in the darkness 是看出来的意思啊，这要特别注意一下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distinguish history， 比方说啊 from other disciplines。这种情况下面，大家会觉得这个 distinguish 就非常接近有一个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个词叫做是 separate， 对不对？因为 separate 的话呢，它其实又跟另外一个词组叫做是 set something apart。非常的接近，就是把什么东西区分开来，分开，跟前面的是 tell apart 又是不一样。tell apart 是能够就是你辨认得清楚啊，你能够说得出来谁是谁。OK， 所以是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the other， 就是 tell the two apart， 就是把这两个东西能够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段话里面，我们要学到的这种单词其实是不多啊，但是我们会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是能够仔仔细细去挖掘一些东西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些内容，非常有意思的这些内容供我们来学习。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样子一段祷告词 ：God
Give us grace to accept with serenity the thing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that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the other. 再读一遍 God, give us grace to accept with serenity the thing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that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the other. OK， 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算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记下来，也能够记住其中的某些表达，以及是一些重点词汇的它们的这些用法。那么你会发现，很短的一段话里面，其实我们学到的内容会非常的丰富，而且学习的效率会非常高。那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美的文字之下，我们学到了一些做人做事的一些小道理，或者是帮大家解除烦恼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的心得。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啊，继续对英语能够保持极大的这个兴趣，能够把它学好。OK，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